这第一期先给大家盘点一下 SCP 中的10大逆天小女孩。SCP-040 进化之子。 SCP-040 是一名大约8岁的白人女孩，身高1米，皮肤对光照度高度敏感，而且还有着一头鲜亮的粉红色头发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这美丽的头发发质硬脆且容易脱落。她的2只眼睛也很有特色，虹膜呈现黄绿异色，而且左眼拱膜呈现黑色，并且没有视力。她的智力比所属年龄段的平均值略高，通常比较愿意合作，因此在一开始，进化之子就快速地适应了收容所的生活，比如接受相关的学校教育和2周1次的心理检查等。进化之子能够操纵生物，并调整原有的生物，创造总称是 SCP-0401 的生物体。这些被改造后的生物体不会保留被改造之前的行为，其中的大多数像驯化的家养宠物那样行动，同时无论过去关系如何，改造后都表现得非常忠诚。不过进化之子的能力也不是无所不能的，它不能改造微生物，在改造植物方面也有极大困难。如今进化之子被收容于12号生物研究区内的一间标准类人对象收容室内，房间内连接一个镇静气体释放系统。SCP-053 小女孩。 SCP-053 是一个3岁的小女孩，她拥有基础对话能力，并且在心智发育上比通常小孩要成熟一点。她的性格通常很乐观，而且很少发怒，只有在被很多人环绕的情况下才会变得不安。而且根据记载，任何超过3岁的人，只要与小女孩有目视接触、物理接触，或者在小女孩周围停留超过10分钟，将会很快变得不理性、偏执且嗜杀。不仅如此，这些受影响的对象将会在杀死或者击倒视野内所有人员后，开始试图杀死小女孩。不可思议的是，那些试图杀死小女孩的人，在对其造成任何物理伤害后，都会遭遇严重的心脏病或癫痫发作而马上死去，而且小女孩能在片刻之间就愈合各种伤口，无论有多严重。SCP-105 鸢尾。 SCP-105 是一名欧裔女性，拥有金发蓝眼，身高 1.54 米，重50公斤。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的物理特性，是一名健康的正常人类。她可以操纵一台神奇的拍立得照相机 SCP-105-B。 当鸢尾持有由这台拍立得拍下的照片时，照片会从静止的图像转变为拍摄地点的实时影像，并且鸢尾能穿过照片，从一个看不见的传送门伸出一只无实体的女性手掌，进而操纵照片范围内的物件。提到这个能力，就不得不说一下鸢尾的被收容经历。这一切起源于鸢尾的一次前后矛盾的口供。当时恰巧鸢尾的男友被谋杀了，鸢尾声称当她男友被杀的时候，她正在跟他通电话，促使他感知他的所在地。但是一查电话记录，就发现和他的叙述完全不符，这使得鸢尾成为此谋杀案的最大嫌疑者。没有办法，鸢尾只能告诉他的律师，实际上他是通过前些日子和她男友的合照看到他被杀害的。但该律师无视该辩词，仍然建议鸢尾认罪。最后鸢尾因一级谋杀罪罪名成立而被判死刑了，成为死囚后才被招募收容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鸢尾还曾经在 MTF Omega-7 进行服役，是潘多拉之河的人员。后来随着潘多拉之河计划被终止，小队被解散了，鸢尾最终也回到收容状态。SCP-134 星眼孩童。 SCP-134 又名星眼孩童，昵称 Stella。 她是一名没有视力的日本女孩，不足10岁，长着一头黑色短发，体型单薄。由于被人类社会当作是一个畸形儿，而被遗弃在日本横滨的一所孤儿院。
这一切的源头要归咎于他那双神秘的眼睛。这双眼睛没有眼帘，没有视网膜，只有在表层上覆盖了一层外观与人类眼角膜相似的透明薄膜。可古怪的是，这层膜的弹性却是普通人类眼角膜的150到200倍。不仅如此，在正常光照下，他的眼睛看起来就是一片黑洞，并且在黑暗环境中还可以从他的眼中观察到星空。如今星眼孩童已经学会了英文口语、日语以及盲文，而对他的教育还在继续。SCP-166 魅魔少女。根据资料记载， SCP-166 似乎是人类和某种强大生物的混血儿。他在收容前居于英国科恩威尔地区的一所女修道院中。根据抚养魅魔少女的修女们说法，她是被一名没什么特征的人送到这里来的。这个神秘人声称他是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古老生物的后代，并提供了照料他的方法。后来有人推测，其父亲为克拉夫博士。魅魔少女的体质和常人非常不同，她的头发生长速度很快，比常人要快得多，皮肤也更加敏感，甚至比童话中的豌豆公主还要娇嫩，因而无法穿着衣物，通常以的情况出现。偏偏这么一个柔软的少女，却有着让异性为之疯狂的能力，任何看见她的男性都会迷恋上她。这种能力让她恐惧无奈，甚至只愿意远离俗世，如修女般生活。可以说呀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魅魔的能力还是十分强大，却又让人悲哀。毕竟这性质给她带来的总是困扰和伤害，而不是力量和愉悦。好了，由于时长关系，这一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一期接着盘点。大家也可以把你最感兴趣的 SCP 收容物打在评论区，我看一下哪个点赞最高，后面都会讲到。也就是说 SCP 也同时开坑了，另外刚入门铁粉大家多多指点，下期不见不散。